今天是雅令跟 John 来到曼谷的第5天了，我们决定挑战第一次搭乘 Grab 出行。结果一上车，立刻就领教到曼谷恶名昭彰的世界级塞车。看着窗外动也不动的车阵，就龟速前进的节奏，也让我们有时间放慢心情，准备迎接待会儿要造访的时光秘境。穿过曲折的小巷，我们终于抵达了位于曼谷达乐仔历史街区的宏祥宫。这里不是普通的完美咖啡厅，它是由6栋超过200年历史的老建筑串联而成的艺术空间。进入这里需要先在门口点餐入座，这就像是买了一张通往200年前曼谷的门票。走进1楼，视觉震撼力非常强，这里简直就是一座活生生的私人博物馆。这片空间曾是苏氏家族的贸易仓库与宅邸，现在则摆满了屋主珍藏一辈子的中式家具、屏风与神圣的佛像艺品。墙面上那剥落裸露的红砖，印证了200年来美南河畔水汽浸润与时光洗礼的痕迹。在这1楼的巨大空间里，古董与老墙交织出一种厚实的历史感，每一件物品仿佛都在诉说着老曼谷华人的奋斗故事。在红砖古宅中，有一位穿着精致刺绣古装的演奏者，他戴着镶有饰品的中式黑帽，与周遭的古董瓷瓮及老墙完美融合，为现场增添了一抹神秘且优雅的古典气息。接着走入中庭转折处，残破的红砖墙与生机盎然的绿色植栽形成强烈对比。回到室内大厅，一匹威武的青花瓷马像矗立在中央，背景则是那座醒目的深木色螺旋楼梯与宝蓝色墙面，这里的细节更是令人惊叹，像是那扇布满金属铆钉与繁复木雕的厚重大门，或是整齐排开在木凳上的石雕武士与瑞兽。而最让人震撼的，巨大的100年老榕根系直接穿透抓附在红砖墙上，大自然的生命力与100年古迹紧紧缠绕。这就是1楼最动人的历史切面。踏上2楼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深邃的木质长廊，走廊尽头矗立着一座巨大的中式古董木柜。进入室内，一个宛如旧式学堂的空间出现，整齐摆放着木椅子，空气中仿佛凝结了静谧的仪式感。这是木质便椅，展现了早年生活的温度。随后来到户外转角，精致的老虎木雕屏风两侧配上对联，与悬挂的鸟笼灯饰相映成趣。踏入这处挑高的空间，满室的古董桌椅随意错落，随即目光被这几座精致的手工鸟笼吸引，笼顶覆盖着缤纷的手工刺绣绸缎。最后来到这排神态庄严的佛雕像前，展现出昔日生活中对于美学细节与生活情趣的极致讲究。这座位于曼谷老城区的宏祥宫，虽然是在2021年正式开幕转型，但它是由6栋拥有超过200年历史的老建筑所组成。这里最让人惊喜的是它极为广阔的户外占地，视野一路从古董展间延伸到昭披耶河畔，你可以悠闲地坐在老树下，静静看着河面上穿梭往来的各式船只，在100年古宅与粼粼波光之间，感受曼谷老城独有的慢活节奏。离开宏祥宫，我们走路只要7分钟，就来到了曼谷老城区的一个隐藏秘境。这条紧邻着中国城与湄南河之间的松岳路，虽然离热闹的商圈不远，却保有了一种难得的宁静与悠闲，是近期曼谷最火红的文青朝圣地。松岳路早期是曼谷重要的贸易集散地，如今这些拥有100年历史的老建筑纷纷转身变成了充满质感的空间。走在街上，你会发现这里聚集了各式各样的宝藏咖啡厅，每一间都完美融合了复古的红砖墙与现代的美学设计。
这里还有许多令人爱不释手的泰国本土设计品牌，充满灵魂的古着商店，以及藏身在巷弄转角的复古艺术装置。这里的每一扇窗、每一道门，似乎都在诉说着这条老街从过去到现在的故事，非常适合热爱摄影与挖掘新鲜事的朋友。在松岳路漫步，脚步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。这里没有拥挤的观光人潮，只有浓厚的艺术气息与在地生活的温度。走着走着，抬头一看，那标志性的电线杆上挂满了庞大且杂乱交错的电线，眼前的风景瞬间切换，市容立刻变得吵杂热闹。街道两旁的小吃摊贩开始林立，耳边传来此起彼落的叫卖声。这种独特的混乱美学告诉我们，来到唐人街了。要试试看吗？正值午餐逆时时间，这里简直是吃货的天堂。雅令对十字路口旁那些热气腾腾的小吃摊充满了好奇，每一样看起来都好吸引人。街道两旁的招牌闪烁，这里既有经过认证的米其林推荐餐厅，也有传承数载的老字号精致中式料理，让人一时之间很难抉择。也许这个包是什么？在华丽餐馆与街边美味之间激荡，最后我们决定回归最纯粹的平民滋味，选择了一间外表最朴实、味道却最道地的路边摊米粉。坐在街边，看着身旁穿梭的车流与人潮，这碗充满烟火气的米粉汤，就是我们在唐人街最正宗的午餐体验。米粉一个50，一个60。吃完米粉了，但也满身大汗，得赶快找一家冰品店来消暑一下。南豆腐热到我是靠这个在降温的，整个人发高烧。曼谷唐人街的历史要追溯到1782年曼谷建成之初，当时拉玛一世皇为了兴建大皇宫，将原本居住在当地的华人迁徙至此，开启了这片区域200多年的繁华。这条被誉为龙脉的耀华丽路，从早期的舢板贸易中心演变成今日金店与老字号林立的商业枢纽。每一道转角，每一座老庙，都记录着华人移民在这片土地扎根奋斗，并与在地文化融合的动人故事。逛完唐人街，我们搭捷运回饭店。雅玲要去体验这辈子第一次的泰式古法按摩。通体舒畅后，又是晚餐时间。经过挑选，我们决定来吃个泰式热炒。这家是曼谷 Puke 夫人的厨房，位于曼谷 BTS 南南站附近素坤驿路著名平价在地家庭式泰国餐厅。这盘腰果炒鸡肉超级好吃，打抛猪肉饭真的是米饭杀手。再来一盘火候十足、爽脆可口的热炒空心菜，吃完辣的刚好配上一杯香浓清甜的椰奶。这一顿饭吃下来，两个人都超级饱足，连平时对食物很挑剔的 John 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，直说这是他来到曼谷最满意、最对味的一餐。晚餐一顿后，我们转身走进了充满张力的南娜区。这里的夜色与白天的安静截然不同，街道两旁霓虹闪烁，随处可见热情朗客的女性与穿梭的人潮。这种浓缩了曼谷夜生活缩影的氛围，总是让人感到既陌生又充满好奇。Hello， 雅玲，你介绍一下。我不好意思。脚步不停，我们一路逛到 Terminal 21旁的天桥，站在高处往下俯瞰，这里的视野令人震撼。眼下车水马龙，那一台台改装的色彩缤纷、引擎声巨大的嘟嘟车不断从身旁呼啸而过，伴随着阵阵热风，将曼谷的快节奏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。来了来了，带有强烈视觉符号的大麻商店，无论你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，这确实已成为现代曼谷街头不可忽视的一道风景。走进曼谷市中心的班加奇地公园，
这片被誉为新一代曼谷之肺的绿地，规模真的让人惊叹。比起白天的炙热，入夜后的微风徐徐，是曼谷最清凉、最内行的避暑选择。你看，雅令也跟当地的年轻人和居民一样，毫无束缚地躺在草坪上。在都市丛林里，能这样仰望星空，感受草地的温度，真的是一种奢侈的享受。原以为只是个普通的公园，但沿着湖泊步道走上一圈，才会惊觉这里宽广的不可思议。看着对岸金融区的灯火倒映在湖面，这份宁静与繁华的对比非常迷人。最后来到出口这个标志性的圆形平台，走出阶梯，这座现代建筑真的非常壮观。它就是重新翻修后的诗丽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。大家一定很好奇里面是什么。这里除了举办大型展览，地下1楼其实是个超大的生活体验区，有各式美食街、知名的文青咖啡厅，甚至还有便利商店和运动淋浴间，非常适合像我们这样刚逛完公园的人进去吹冷气、吃点东西。我们沿着建筑的外围逛了一圈，就这样，我们圆满结束了今天的旅游行程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份悠闲，下次来曼谷别忘了来这里走走。我们下次见。